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不聊玄学，不谈感觉，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对账，把帕克在那一天亲口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全部摊开，放在这一整年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面前，一条一条地仔仔细细地核对，哪些说中了，哪些落空了。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我们把答案一个个排出来，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规律，他几乎什么都说中了，唯独有一件事，他错得离谱，错得彻底，错得仿佛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可偏偏就是这一条最大的错误，让全人类都应该对着荧幕深深地松一口气，甚至默默地对他说一声谢谢你说错了。为什么一位先知最大的失误反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幸运？这件他错得最离谱的事到底是什么？别急，我们从头慢慢说。不过在对账之前，先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科学昌明、卫星满天，连深海和外太空都被人类绘成地图的时代，我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一个坐在书架前对着镜头缓缓说话的男人？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一年本身里面，因为这一年的世界实在太疯狂了，疯狂到当一个地产大亨在记者会上说要买下一整座格陵兰岛的时候，没有人敢笑了，疯狂到现实本身已经比任何虚构的剧本都更加离奇。当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想象，当昨天还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今天就成了白纸黑字的新闻，人们的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无处安放的不安。而正是这种不安，让一个能够把混乱的世界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的人变得无比迷人。帕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真的能看见未来，而是因为他敢在一片迷雾之中替我们把那条看不见的线画出来。说到底，人类害怕的从来都不是坏消息本身，而是未知。一场确定会来的风暴再可怕，至少我们还能准备。真正让人夜不能寐的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悬在半空中的不确定，而预言恰恰就是在替我们把那团悬在半空中的恐惧变成一个有形状、有名字，甚至有日期的东西。哪怕那个东西是灾难，人们也宁愿抓住它，因为抓住了一个具体的灾难，总好过抱着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的黑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动荡的年代都会有先知。古罗马有，中国的乱世有，而我们这个卫星满天、资讯爆炸，却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焦虑的时代，自然也有。帕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集体焦虑的一面镜子。至于那条线到底准不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好，现在我们开始对账。先说那条最快应验的预言，星链遭到了制裁。把时间倒回去，早在2024年的年底，当帕克坐下来谈论2025年的时候，马斯克正处在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他刚刚砸下超过2亿5千万美元，把那位地产大亨重新送回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作为回报，他被任命去领导一个全新的部门，那个专门挥刀砍政府开支的效率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好得像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白宫的草坪上甚至直接摆起了特斯拉的展示车，连白宫园区的网路都换上了马斯克的星链。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段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权力联盟。可帕克偏偏在那个时候说了一句没有人愿意相信的话。他说，他看到这两个人之间会裂开一道缝。他说，这段蜜月撑不了多久，这份兄弟情迟早要翻船。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大概心里都在发笑，翻什么船呢？人家两个人刚刚联手拿下了整个白宫，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怎么可能翻脸？然后2025年的6月就到了，事情就这么炸开了。马斯克离开了效率部，转过头来就开始猛烈炮轰那位大亨力推的那部庞大无比的预算法案。他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公开把那部法案骂成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大亨那边也绝不是省油的灯，立刻在自己的平台上反击，说马斯克是因为被砍掉了电动车的补贴才气到发了疯。两个人你来我往，越骂越凶，火气越烧越旺，甚至连那位大亨被牵扯进某桩陈年丑闻档案的话
都被马斯克一股脑地甩了出来。接着，那位大亨打出了最狠最致命的一张牌，他公开放话说，想要替政府省钱，省下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开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马斯克那些公司从政府这里拿到的补贴和合约全部终止掉。请注意这3个字，全部终止。这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那家估值已经高到吓人的太空公司，每年从联邦政府手里拿到的天文数字订单。马斯克自己曾经难得地透露过一个数字，他那家太空公司光是2025年预计营收就高达155亿美元，其中光是太空总署的合约就占了11亿美元，而这里面还没算上那些更庞大、更机密的国防订单。一份报告早就算过，马斯克的整个商业帝国这些年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资金加起来高达380亿美元，后面还有一张接近到手、价值24亿美元的航空管理局大单在排队。如今这位大亨一句话说要全砍，这就是帕克口中那道裂缝，真真切切、赤裸裸地裂开在了全世界面前。星链这个曾经被白宫捧在手心里的宠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威胁要拿掉一切政府合约的对象。这还不叫制裁？什么才叫制裁？马斯克当场也急了，他立刻回呛说，既然你要砍我的合约，那好，我这就开始把载人的龙飞船给退役掉。要知道，那艘飞船在当时是整个美国唯一一艘能把自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再安全接回来的工具。他一旦退役，美国人想上太空就又得回去低声下气的求俄罗斯卖船票。你看，这场仗打到最后，伤到的根本不只是2个大人物的面子，而是整整一个超级大国的太空命脉。而这背后藏着一个更让人不安的真相，地球上超过80%被送上太空的东西都是搭着马斯克的火箭上去的。乌克兰在前线打仗靠的是星链维持通讯，美军在全球的秘密行动也离不开星链。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命脉竟然攥在一个情绪说变就变的私人企业家手里。当这道裂缝裂开的那一刻，全世界才惊觉，原来这根本不是2个富豪在闹脾气，这是一个现代文明最脆弱的命门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后来，虽然马斯克很快就删掉了那条要退役飞船的贴文，那位大亨也在几天后的记者会上松了口，说星链这个东西大概还是得留着用，可那道已经裂开的缝是再也回不去了。帕克在所有人都觉得这2个人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道缝。这一条他对了清，而且对得干净，对得利落，对得让人说不出话来。你不妨换个角度感受一下这件事的诡异。一个人在2024年的冬天对着镜头说出一段听起来毫无根据，甚至有点荒谬的话，然后时间像一个沉默的剧组，花了大半年，一砖一瓦地把他口中那个荒谬的场景搭成了真实的舞台。当马斯克在6月的那个夜晚敲下那条要让飞船退役的贴文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一幕的剧本梗概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被一个远在英国的男人轻描淡写地说过了。这就是帕克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他不像是在猜测，他更像是在朗读一份我们其他人都还没有拿到的未来的草稿。如果说星链那一条还只是2个顶级富豪之间的恩恩怨怨，那么接下来这一条可就烧到了一整片大陆。欧洲暴动。帕克在讲2025年的欧洲时，用了一个非常奇怪、非常诡异的画面。他说，他在静下心来往前去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熊熊的火光，而是整个欧洲睡着了。他当时自己都愣住了，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全欧洲的人都被下了安眠药不成？后来他解释说，这应该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欧洲在某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已经彻底的沉睡了过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最终把欧洲从这场沉睡中狠狠唤醒的是火。2025年的整个夏天，英国炸了。在伦敦近郊一个叫爱平的小地方，一间叫贝尔的旅馆外面聚集起了一波又一波愤怒的抗议人群。这场怒火的导火线是一名住在旅馆里的寻求庇护者被指控对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做出了不轨的举动。愤怒像野火一样瞬间蔓延开来，
从这一间小小的旅馆一路烧向了全英国。一个又一个安置着庇护申请者的旅馆外面，都站满了怒不可遏的民众，种族之间的仇恨也跟着被点燃。各地接连传出针对少数族裔的攻击事件。到了9月，事情被推向了最高潮。在伦敦市中心，一场号称要团结整个王国的大游行，硬生生地聚集起了11万到15万人。人们挥舞着英国和英格兰的旗帜，黑压压地站满了整条街道。而最魔幻、最戏剧性的一幕是什么？是马斯克。没错，就是刚刚和那位大亨翻了脸的这个马斯克，竟然透过视讯连线，对着伦敦街头这一片愤怒的人海发表了演说。台上喊着要夺回国家的是被视为极右翼的人物，他们宣扬着一套关于人口被悄悄替换的阴谋论。就在那一天，现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抗议者朝着警察挥拳、砸瓶子、丢烟火，最后有26名警察因此受伤。而英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海峡对岸的法国同样燃烧了起来。9月，法国因为政府的准结政策和退休金改革，掀起了滔天的抗议浪潮。单单1个月之内，法国境内的示威事件就一口气冲破了1000起，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一次就拘留了540名示威者。这是自从农民抗议以来，法国街头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整个政府在风雨飘摇中换了又换，总理像走马灯一样轮替，却怎么也按不住街头那股怒气。再往北走，荷兰的海牙，9月20日那个周六，一场反移民的示威彻底失控，蒙着面的抗议者朝警察扔石头、砸瓶子，甚至直接把一辆警车给点着了火。警方则用催泪瓦斯和强力水炮来还击，连执政党的办公室都被愤怒的人群砸烂了窗户。而这场骚乱的背后，是荷兰的执政联盟刚刚因为移民政策的争执而垮台。而这些都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在同一个月，从德国、从意大利、从希腊、从波兰、从丹麦一直到瑞典，反移民的示威此起彼落，遍地开花。整片欧洲大陆都在因为移民这个问题而剧烈的骚动、撕裂、燃烧。德国那个曾经被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盯上的右翼政党，民调支持度却一路逆势飙升，甚至超过了现任总理所属的政党。一股席卷全欧洲的向右转的浪潮正在彻底改写这片大陆的政治版图。那么帕克当初到底说了什么？他早就一字一句地说过，法国和德国会被社会的动荡狠狠撕裂。他说过，伦敦会因为移民问题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流向暴力。他说过，右翼民族主义会像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各国的庇护法律会越收越紧。他还说过，欧盟那个看似牢不可破的统一框架会一点一点地从内部裂解开来，各个国家会开始想要拿回自己的主导权。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他那个欧洲睡着了的画面，那哪里是睡着了？那分明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死一般的寂静。所谓的沉睡，是这片大陆假装看不见那些早已堆积如山的矛盾，是执政者一次又一次地把问题往后拖、往下压，直到压不住的那一天，火山轰然喷发。而帕克对欧洲的判断还不只是街头的暴动，他早就说过，欧洲会被一场能源和燃料的危机所困扰，会被经济的寒风吹得发抖。德国那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会陷入麻烦。他甚至特别点出，英国的处境会和欧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回头看这一年，欧洲的经济确实是步履蹒跚，法国的政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总理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谁都坐不稳那把椅子。这片大陆的政治地基正在一寸一寸的松动，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帕克描绘的那个被撕裂、被动荡、向右转的欧洲，几乎就是我们这一年亲眼所见的欧洲。这一条他又对了。好，如果说前面这2条已经够准了，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才真正配得上硬核这2个字。因为帕克说出这条预言的时间点实在是太巧了，巧到让人完全不敢相信。还记得我们开头一直在强调的那个日子吗？6月11日，而中东的整片天空是在6月13日被点燃的。也就是说，
帕克在中东正式开战的整整2天之前，就把这件事情的轮廓清清楚楚地讲了出来。关于伊朗，帕克反反复复地强调过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他说他感觉不到地面上会出现大规模的军队，这不会是那种坦克轰隆隆开进去的地面战，他说会是空袭，是快速的、精准的打击，像闪电一样速战速决。然后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了代号叫做升起雄狮的军事行动，没有地面部队，全部是空中力量。在短短的12天里，以色列的战机飞遍了伊朗的天空，摧毁防空系统，炸毁核子设施，连伊朗的高阶将领和核子科学家都被一个一个精准地清除。据说这背后是潜伏在伊朗境内的特工，操控着一架架小巧的无人机，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从内部瘫痪了对方的防空网。伊朗也不甘示弱，以超过550枚的弹道导弹加上上千架的自杀无人机进行反击，双方打得天昏地暗，以色列的城市也接连被导弹击中。到了6月22日，轮到美国亲自下场，美军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一口气投下了14枚专门用来钻地的巨型炸弹，狠狠地砸向那座藏在深山底下，据说足足有80到90公尺深的福尔多核子工厂，同时还有从前舰里发射出来的战斧巡弋导弹。然而整场代号叫午夜铁锤的行动依然没有一兵一卒真正踏上伊朗的土地，全部是空袭，全部是快速打击。隔天，伊朗象征性地朝着美国在卡达的一座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事先还特意打了招呼，没有造成任何伤亡。紧接着，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那条全球1/5石油都要经过的荷默兹海峡，所有人都在屏息，等着看油价会不会瞬间引爆整个世界经济。6月24日，那位大亨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宣布停火了，他还顺手给这场战争起了个名字，叫做12天战争。这场仗，伊朗死了超过600人，以色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看，没有地面部队，只有空袭，闪电一般速战速决。帕克讲出来的这几个字，和真实发生的这一切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帕克还说过，这场围绕着伊朗的冲突后面还会再来一波非常精准的后续打击。他甚至把那个时间感觉到了2026年的春天。他也提过这把火会延烧到也门。他还说，他感觉这一切到最后会通向一个全新的伊朗，一个女性能够重新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伊朗。结果呢，2026年的2月底，战火果然又一次烧了起来。美国和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而这一次，连伊朗的最高领袖都在攻击之中丧生。伊朗则把飞弹射向了波斯湾周边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整个地区都被拖进了战火。而那条全世界都在担心的荷默兹海峡，真的一度陷入严重的航运中断，连亚洲的一些地方都开始出现了燃油短缺，全球经济跟着绷紧了神经。紧接着，伊朗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民众积压已久的对那个政权的不满彻底的沸腾了起来，一个旧的秩序正在崩塌。而帕克口中那个让女性重新拥有自由的新伊朗，那个曾经听起来无比遥远的愿景，在这片崩塌的废墟之上，似乎也第一次透出了一丝微光。把这些全部拼在一起看，你还会觉得这只是瞎猜吗？开战前2天的预警，没有地面战，只有空袭的精准描述。2026年春天那一波后续打击的时间点，甚至连政权会被动摇的那个方向都被他点到了。这一条他不只是说对了，他简直就像是提前偷看过了整部剧本，这才叫做硬核。而帕克的雷达扫到的还远不只是这些。早在2024年的年底，当大多数人对人工智慧的想象还停留在会打字聊天的阶段时，他就抛出了一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预言。他说，他看到马斯克会拿下一纸重大的军事合约，内容是一种小到像蜜蜂一样的无人机，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可以在整座城市的上空张开一张看不见的防御之网。他还说，人工智慧会突飞猛进，会出现能够自我复制的系统，量子运算也会迎来重大突破，而这一切的代价是科技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大裁员。
当时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2025年的战场狠狠地给了所有怀疑的人一个耳光。还记得以色列是怎么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从内部瘫痪掉伊朗的防空网的吗？靠的正是一架架小巧的可以精准猎杀的无人机。而在乌克兰的战壕里，那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更是早已成了决定生死的主角。蜂群一般的无人机真的成了现代战争里最令人胆寒的幽灵。与此同时，人工智慧的浪潮席卷全球，一波又一波的科技裁员也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帕克对那纸密封无人机合约的具体描述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坐实，所以这一条我们只能算它半中。但是那个大方向，那个关于无人机蜂群将要彻底改写战争，关于人工智慧将要颠覆无数人饭碗的判断，他看对了。再把目光往东移一点，关于那场已经打了好几年的俄乌战争，帕克的判断是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皆大欢喜的和平降临。他说，最多就是一个脆弱的、勉强的安排。乌克兰很可能得割让出一条狭长的土地，而冲突的根并不会被真正拔除，未来还埋着再一次爆发的种子。1年多下来，这场战争果然还在反反复复的拉锯，所谓的和平始终像沙堡一样，浪一打就碎。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已经在嘀咕了，这位帕克是不是真的神了？怎么好像什么都能说中？别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冷静的对仗，不是无脑的吹捧。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非常诚实的把硬币的另一面也翻过来给你看。因为帕克并不是每一条都中，他也有不少模棱两可甚至直接翻车的记录。比方说，他一直坚持那位大亨会安然度过各种刺杀的威胁，会稳稳当当地做完第2个任期。他甚至放话说未来可能会出现连任第3个任期的剧本。虽然他自己也承认那得先把美国的法律给改了才行。这一条前半段算他说中了，至于后半段，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是一个飘在半空中的猜测。再比方说格陵兰，当那位大亨抛出要买下格陵兰这个念头的时候，全世界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帕克却说，这件事情的本质根本就不是领土，而是那片冰天雪地底下的石油，是稀土金属，是一笔极其巨大的生意。他说，这背后会有非常大笔的金钱交易。这个方向到今天还在慢慢的发酵，算不上完全应验，但也还没有被狠狠的打脸。可是有些预言就真的彻底的错了。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2025年会迎来一场关于幽浮、关于那座神秘军事基地的全面大揭秘，说那位大亨会把所有的秘密都摊到桌面上，让全人类得到完整的真相。结果呢，整整1年过去了，所谓的全面揭秘根本没有发生。还有更早之前，他甚至预测过一对非常知名的王室夫妻会在2025年离婚，结果人家好端端的这一条也彻底落了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得更长一点，帕克的记录从来就是有对也有错的。当年他号称说中了英国脱欧，说中了那位大亨在2016年的当选，可后来也有不少人翻出旧账质疑他这些说法。有人指出，他最初其实压的是另一位候选人，他对脱欧真正发生的时间也整整提早了好几年。更别说他在2020年那一场大选里曾经斩钉截铁地说错了结果。他并不是一台永远正确的预言机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预言的小秘密，一句话说得越模糊，它就越容易在事后被解释成说中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天灾人祸，这些词几乎在任何一年都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对应。所以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从来不是那些放诸四海皆准的空话，而是像帕克讲伊朗那样，具体到没有地面战只有空袭，具体到开战前2天，具体到春天还会有后续这种赌上信誉的硬核细节。我把这些不光彩的记录连同这个小秘密全部摊开来讲，并不是要拆他的台，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会错，正因为预言这门生意本身就充满了模糊地带，才让他那些真正具体说中的部分更值得我们认真的停下来想一想。
一个会犯错、会看走眼的人，却依然能把星链、能把欧洲、能把伊朗这几件天大的事情的轮廓提前画出来，这到底是纯粹的运气，还是说这里面真的藏着一些我们至今还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先把这张对账单做一个小小的结算。星链那道裂缝，他在所有人都不信的时候看对了欧洲的暴动与右倾，他连那个沉睡的象征都看对了。伊朗的空袭没有地面战，速战速决，甚至连2026年春天的后续，他都在开战前2天看对了。无人机改写战争，人工智慧颠覆饭碗，他看对了个大方向。俄乌没有真和平，他也看对了。至于幽浮揭秘、王室离婚这些，他确实栽了跟头。把这些通通加起来，你会得到一张准到让人心里发毛的成绩单。一个会犯错的凡人，却把这个疯狂世界的大半个轮廓提前画了出来。正因为这张成绩单准成这样，接下来那一条最大的错误才显得那么地刺眼，那么地值得我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感谢。而现在我们终于要走到那一条最关键、最沉重的预言面前了，那条他错的最离谱的预言，那条我们全人类都应该由衷庆幸他说错了的预言。先深呼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和此刻坐在荧幕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到目前为止，我们聊的所有预言，无论是星链、是欧洲还是伊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生在别处。他们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我们刷手机时划过的标题，是别人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边赞叹帕克说的真准，一边心安理得地继续过我们自己平静的日子。可是接下来这一条不一样，这一条帕克把他那根手指直直地指向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他说的是我们。帕克有一个预言，他不是讲了1年2年，而是反反复复、断断续续讲了好几年。从很早以前，他就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年复一年的提起。而这个预言的核心不在华盛顿，不在中东，也不在欧洲，它在台湾。而要真正听懂这一条预言，我们得先知道帕克对中国一直藏着一个更大的判断。他长期以来都反复说过，中国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社会不安，那个庞大的体制会走向一场缓慢的由内而外的衰退。在他的眼中，这头巨兽的身体内部早已悄悄地布满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痕，而台湾就是他眼中那个能让所有的裂痕在短短一瞬间彻底崩裂开来的最致命的引爆点。他说他看到了一场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舰，就在台湾的附近海域发生一次意外的致命的碰撞。他特别强调，这会是一场意外引爆的冲突，不是哪一方精心策划好的开战，而是一次谁也没有料到的擦枪走火。早在好几年前，当很多人还觉得台海打仗是一件遥远的不真实的事情时，他就已经把这个画面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过。他甚至说过，这会是接下来这几年里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件大事。年复一年，他始终没有把这个画面从他的预言里拿掉。然后呢？然后这一点小小的火星会点燃一场吞噬一切的滔天大火。他说，这场冲突会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卷进来，会演变成一场规模大到让俄乌战争都显得微不足道的战争。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词，他说，俄乌战争和这一场比起来会黯然失色。他甚至说，这会是接下来这些年里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件事。他甚至还描绘了这场大战的结局。他说，这场战争到最后会让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整个碎裂开来，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国家，再也不是过去那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你听听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台湾海峡的上空，2架飞机迎面相撞，或者在深不见底的海面下，2艘潜舰轰然相撞。紧接着，整个东亚陷入全面战争，中国和俄罗斯联手，一场比乌克兰还要惨烈100倍、1000倍的世界级大战，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每天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轰然爆发。想象一下，
这片我们此刻坐着喝茶的土地，变成炮火连天的最前线。想象一下，超级大国的航空母舰在我们熟悉的那片海上对峙。想象一下，那不是新闻里遥远的别人的战争，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要亲身去面对的每一个漫长的恐惧的夜晚。现在，请你抬起头来，看一看你窗外的天空。2026年的此时此刻，这一切发生了吗？没有。台湾海峡的上空没有发生那一场致命的碰撞，东亚的天空没有被导弹撕裂成碎片，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联手掀起那一场吞没一切的大战。我们依然好好的、平静的活在这里。你依然可以为自己泡上一杯热茶，安安稳稳的坐下来，把这一支影片从容的看完。窗外也许正有车流经过，也许正有孩子在嬉闹，一切都那么地理所当然的平凡。这就是帕克错的最离谱的一条预言，在他那一张几乎全中的成绩单上，这是最刺眼、最巨大的一个叉。可是，朋友，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一件事？在这一整张对账单上面，星链中了，那是两个顶级富豪之间的恩怨；欧洲中了，那是别人家门口的暴动；伊朗中了，那是遥远中东的战火。当这些预言一条一条应验的时候，我们始终是旁观者，是看客。我们隔着一块冰冷的荧幕，喝着茶，看着别人的世界天翻地覆。我们会感叹，会唏嘘，但那份痛终究隔着一层。唯独这一条，唯独这条他说错了的预言，如果他真的应验了，我们就再也不是看客了。我们会是那场碰撞底下的人，是那场大战之中的人，是那一片被撕裂的天空底下瑟瑟发抖、无处可逃的人。所有那些在新闻里让我们唏嘘的画面，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所以你说，这条的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这是这一整张成绩单上最美丽的一个错误。这是全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着天空深深的感谢的一个不准。我们太容易把平静的日子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了。我们抱怨塞车，抱怨天气，抱怨工作，抱怨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不如意。可是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之所以还能成为我们抱怨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多大的幸运。因为在帕克描绘的那个版本的2025年、2026年里，这座岛上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资格去抱怨塞车，因为马路上跑的是坦克；可能没有资格去抱怨天气，因为天空中飞的是导弹。我们今天能够为这些琐碎的小事烦恼，恰恰证明了那场最大的浩劫没有降临。帕克说，他看到了那一场碰撞，可那一场碰撞至今都没有来。谢谢他，没有来。但是故事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一个更深、更让人不安的问题浮了上来。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能把星链、能把欧洲、能把伊朗都看得那么准、那么透的人，偏偏在台湾这一件事情上错得这么彻底、这么离谱？是他在这一件事上特别地不灵光吗？还是说这里面藏着一个我们其实不太敢去深想的可能？这个问题其实触碰到了一个古老到不能再古老的争论：未来到底是早就被写好的，还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未来像一部已经拍好的电影，那么先知看到了就一定会发生，没有任何悬念。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帕克为什么会把星链、欧洲、伊朗都看对了，唯独在台湾这里看到了一个没有上演的结局？这就奇怪了。一台坏掉的时钟不会只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走不准。如果它真的拥有某种看穿未来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没道理偏偏在最关键、最致命的那一条上彻底失灵。于是就剩下另一种更耐人寻味的可能了。或许他看到的那些画面本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是某一条时间线上真实存在的未来。星链那条，欧洲那条，伊朗那条，那几条岔路，我们这个世界最后真的一脚踩了上去。而台湾那条通往毁灭的岔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却在某个关键的路口硬生生地把方向盘打向了另一边。帕克自己
其实也给过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解释。他常常说，预言这种东西并不是一份早就写死的命运清单，不是啪啪啪一条一条列好，时间一到就必然会发生。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事都不是突然之间爆发的，它们是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累积，像水一样一点一点的往上渗。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来就不是某一颗子弹造成的，而是无数的因素积累了很久很久，到最后才总爆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一条预言没有应验，可能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是它根本就是错的，是先知彻底看走了眼。但是还有第二种，更微妙也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意思，那就是它还在酝酿，是那一壶水还没有烧开，又或者是有什么力量在最后的关头把火给硬生生地按了下去。而帕克本人是相信第二种的。他和他的妻子这些年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一种非常古老的火祭仪式，他们深深相信集体的意念，众人共同的祈愿是真的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的。他相信，当足够多的人把自己的心念投向和平，那些最黑暗的预言是有可能被改写、被推迟，甚至被彻底化解掉的。在他的世界观里，未来从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无法更改的铁轨，而是一片充满了岔路的旷野。而我们每一个人手里的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最后会走向哪一条路。我们不需要照单全收他的这一整套说法。一个理性的人大可以把这一切都看成巧合，看成事后的牵强附会。但即便如此，在这里面确确实实藏着一个让人安心，同时也让人警醒的东西。让人安心的是，台湾这场大战没有发生，也许并不代表这份危险从来就不存在，而是代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这整个世界做对了一些什么。那一道擦枪走火的火星被一次又一次的小心翼翼地按了下去，每一次的克制，每一次的对话，每一次在悬崖边上的悬崖勒马，都让那个可怕的画面又往后退了一步。让人警醒的是，如果这真的只是一壶还没有烧开的水，那么它就还没有凉透。先知的这一条错误，与其说是一个句点，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逗号。它在轻轻地提醒我们，那一幅可怕的画面之所以还没有成真，并不是因为它绝无可能，而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允许成真。而能不能继续的不让它成真，这一支笔在某种程度上就握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无数人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关头小心翼翼维护下来的一个还在继续的奇迹。所以你看，这一趟对仗走下来，我们最后得到的根本就不只是一张先知的成绩单而已。我们真正看到的是星链的那道裂缝真的裂开了，它让我们看见了现代文明有多么脆弱。欧洲的那把火真的烧起来了，它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假装沉睡的大陆最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伊朗的那片天空真的被空袭点亮了，它让我们看见了旧的秩序正在以多么剧烈的方式崩塌与重组。这些全都应验了，他们在反复地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多么的脆弱，多么的不可预测。可是在所有这些应验之中，唯独那一场最可怕的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大战没有来。帕克错了，而我们何其有幸正活在他的这一个错误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件多么奇妙又多么讽刺的事情？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惊叹一位先知有多么准，可是到了最后，真正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去用力守护的，竟然是他最不准的那一条。一个末日先知最大的价值，也许从来都不是他说中的那些灾难，而是他说错的那一场浩劫，提醒了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把它挡在门外的。我们无法阻止两个富豪翻脸，无法阻止别人家门口的火，无法阻止遥远中东的导弹，但是那一场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的碰撞，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这份没有发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这个世界在无数个我们看不见的夜晚，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忍耐，选择了对话，选择了不去点燃那根火柴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今天合上这张对账单，
心里真正应该装着的，不该只是对一位先知的好奇与惊叹，而更该是一份沉甸甸的对和平的珍惜。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脚下这份看似理所当然的平静，其实一点都不理所当然。它薄得像一层纸，却又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小心翼翼地托举到了今天。下一次，当我们再听到任何一个关于这座岛屿的可怕预言时，但愿我们都能想起今天这一张对账单。但愿我们记得，预言不是命运，恐惧也不是宿命。但愿下一次我们再坐下来对账的时候，那一条最可怕的预言依然高高的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但愿它永远永远都不准。最近这几个月，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很累？不是那种跑完步、加完班之后该有的累，而是一种说不上来、找不到源头的累。明明躺了一整晚，明明睡足了8个小时，早上睁开眼睛，却像是被一台卡车从身上斩过去一样，浑身酸痛，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连开口讲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明明这一天什么坏事都没发生，胸口却闷闷的，情绪像涨潮一样一波一波涌上来，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莫名其妙想掉眼泪。半夜2点、3点，你会忽然惊醒，眼睛瞪着天花板，脑子里明明什么都没在想，却怎么样都睡不回去。有时候耳朵里还会冒出一阵很高的嗡嗡声，像是有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拨动了一根你看不见的弦。你变得越来越敏感，以前不在意的噪音，现在听起来像针一样刺；以前无所谓的闲言闲语，现在随便一句就能让你心里翻腾一整天。走进人多的卖场，人挤人的捷运，你会莫名觉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气，只想赶快逃出来。你开始对某些食物失去兴趣，身体好像在自己悄悄地换口味。你开始做一些异常清晰的梦，醒来之后，那些画面还清清楚楚地烙在脑海里，久久不散。你跑去看了医生，抽了血，做了检查，报告上一行一行写着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有什么东西真的不太对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没有生病，至少不完全是生病。如果我告诉你，此刻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正在经历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而这一切被一位从英国牛津大学走出来的物理学家解读成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变。他说，你不是坏掉了，你是正在脱壳。他说，整个人类正在被悄悄地重新格式化，而这场转变的能量大潮会在2026年的6月与7月冲上最高点。你愿不愿意花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看个明白？我们先从这位物理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叫做克莱门斯。如果你去查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也不是随便在网络上冒出来的神棍。他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受过完整的理论物理训练，后来又到剑桥大学深造，专攻的是弦理论还有电磁学。这是什么概念？弦理论是当代物理学里最烧脑最前沿的领域之一，研究的是构成这个宇宙最底层的那一根极其微小的不断震动的弦。能在这个领域里待下来还能站上讲台教书的人，那颗脑袋绝对不简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跟公式跟方程式打交道的人，大约在25年前忽然经历了一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转变。他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梦，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开始模糊，他开始感觉到一些频率，一些光，一些声音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去。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可是慢慢的他发现那不是幻觉，而是一种他过去用整套物理学都完全无法解释的东西。而接下来他所宣称的事情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在他自己的描述里，他在那场转变之后开始接触到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也就是用意识去感知远方的人事物。他声称自己透过这种方式竟然和地球之外某些高度发展的文明建立了联系。他提到了昴宿星，提到了大角星，还有一群他称之为更高智慧的存在。听到这里，我猜你眉头已经皱起来了。一个堂堂牛津剑桥出身的物理学家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我必须很诚实地说，
这些都是他个人的宣称，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我把它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不是要你相信，而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人到底走到了一个多么远的地方。他从一个最理性的科学家一路走到了科学的最边缘，甚至走出了科学的边界。而你之所以还愿意听他说，是因为在他讲述的这一切玄之又玄的东西背后，竟然又能对应上一些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物理现象。这才是这件事最吊诡也最迷人的地方。也正因为他相信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电磁场里，这位物理学家后来甚至开始动手设计起一些他宣称可以帮人抵御这些干扰的小装置。他说，现代人活在一锅电磁的浓汤里，从来没有一刻能真正脱身。你想想看，从你早上睁开眼，手机就在枕头边发着讯号，到你出门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基地台，再到你回家打开的无线网络、微波炉、蓝牙耳机，我们的身体确实从早到晚都浸在一片肉眼看不见的电磁海洋里。这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们的身体是在那个只有太阳、闪电和地球磁场的古老世界里慢慢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它根本来不及适应这短短100年间被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这么浓密的电磁环境。那位物理学家认为，正因为如此，当天上的太阳再来搅动这锅浓汤，我们这副本来就已经有点负荷过重的身体就更容易被推到失衡的边缘。我必须说，他那些装置到底有没有用，同样没有科学定论。可是他提醒的这件事本身，那锅我们每天泡在里面却浑然不觉的电磁浓汤，倒是千真万确，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于是这位牛津物理学家做了一件在学术界看来几乎是自毁前程的事，他开始公开讲一套全新的说法。他说，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一套物理学是死的物理学，在他口中那叫做死掉的物理。他说，这套死掉的物理把整个宇宙看成一堆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零件，行星只是石头，能量只是数字，人只是一团碰巧会思考的肉。可是他说，这套看法从根本上就错了。他提出的新说法叫做活的能量学。他说，这个宇宙的最底层不是死的零件，而是一片有生命、有意识、会回应情绪、能被意念改变的活的场。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接下来这位物理学家讲了一句让很多人脊背发凉的话。他说，旧的那个现实正在崩塌，而且不是未来才会崩塌，是现在此刻已经正在崩塌的进行式。他说，人类正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整个物种正在从一种旧的存在方式被推向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而他特别提醒，这个转变的能量会在2026年的年中，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6月跟7月，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物理学家讲什么活的能量，什么旧现实崩塌，这跟我半夜睡不着，浑身酸痛，到底有什么关系？问得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把镜头从这位物理学家身上移开，抬头看向天空，看向那个距离我们1.5亿公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太阳。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头顶上那颗看似永恒不变的太阳，其实一直在呼吸。它有一个大约11年的活动周期，科学家把它编了号。我们现在正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里。这个周期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启动。一开始它很安静，太阳表面平平静静的。可是随着时间推进，它越来越暴躁。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这颗太阳到底干了些什么好事。2024年的5月，一场被归类为最高等级的地磁暴扑向地球，那是20多年来都罕见的强度。全世界很多平常根本看不到极光的地方，那几天晚上，天空都被染成了诡异的红色和绿色。同一年的10月初，太阳又甩出一记这个周期里威力最强的耀斑那种能量，几分钟之内就能跨越1.5亿公里抵达地球。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2025年的11月，又是一场几乎达到极限等级的地磁暴。
接着到了2026年的1月，太阳再次爆发，这次抛出的那一大团带电的物质，只花了25小时就冲到地球面前，速度快得让科学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就在不久前，2026年的4月，太阳又连续甩出好几记强烈的耀斑。你可能会想，太阳闹脾气，顶多就是让我们看看极光能有多严重。那我想请你把时间倒回到1859年，那一年的9月，人类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场太阳风暴。一大团带电的物质从太阳表面爆发出来，狠狠地砸向地球。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网，没有卫星，没有网路。可是即便如此，当时人类刚刚架设没多久的电报系统瞬间全面瘫痪，电报机的线路冒出火花，有的接线员被电得弹开，有的机器即使切断了电源，竟然还能继续发报，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附了身。那几天晚上，连靠近赤道的地方都看得到极光，天空亮到有人以为是天亮了，爬起来准备煮早餐。科学家后来给这场风暴起了个名字，用的是当时观测到它的那位天文学家的姓氏。而真正让研究太阳的人夜不能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同样强度的一场风暴砸在我们今天这个被电网、卫星、网路层层包裹的文明上，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可能让整片大陆的电力在几分钟之内全部消失。我们头顶上这颗太阳从来就不是一盏温顺的暖灯，它是一头随时可能苏醒的巨兽。有趣的地方来了，一般人会以为太阳活动的高峰过了，接下来就会慢慢平静下来，危险就过去了。可是真正研究太阳的科学家会告诉你，事情恰恰相反。历史上那些最猛烈、最具破坏力的太阳事件，往往不是发生在高峰的正中央，而是发生在高峰过后，太阳看似要走下坡的那段时间，甚至是在高峰过去好几年之后。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表面上太阳好像要消停了，实际上却可能正是最危险、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窗口期。不止如此，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规律：地球上最强的地磁暴特别容易集中在春天和秋天前后爆发，这背后牵涉到地球的磁场跟太阳风之间，在特定的角度下会产生一种更容易耦合、更容易被撕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有某些时段，地球的这层保护罩会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让太阳的能量灌进来。现在你大概可以隐约感觉到，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2026年的这个年中标记为能量大潮的高峰了吧？一边是太阳走在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下坡窗口，一边是地球磁场在这个季节变得格外脆弱，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可是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太阳和地球之间那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大脑的东西。它叫做舒曼共振。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舒曼。早在1952年，他就从理论上预测到了一件事。他说，在地球的表面跟天空中那层带电的电离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腔，而这个空腔就像一个巨大的钟，会被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闪电不断敲响，产生一种稳定的极低频率的电磁波。这个波后来就以它的名字命名，叫做舒曼共振。它最基础的那个频率大约是 7.83 赫兹。7.83 赫兹这个数字本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常数，可是当科学家把它跟人类的大脑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人类的脑波是有不同频段的，当我们进入最深层的睡眠，毫无意识的时候，大脑发出的是频率最低的德尔塔波。当我们昏昏欲睡、深度放松、进入冥想的时候，大脑会发出一种叫做西塔波的脑波，频率大约在4到7赫兹之间。当我们清醒却平静、放松而专注的时候，大脑会切换到一种叫做阿尔法波的状态，频率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而当我们高度专注、灵光乍现，或者进入某种更高的觉知状态时，大脑则会跳到频率更高的伽马波。你发现了吗？地球这个大钟的基础频率 7.83 赫兹
刚刚好就卡在人类西塔波跟阿尔法波交界的那条线上。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事实就是，几亿年来，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都是泡在这个 7.83 赫兹的电磁摇篮里，一代一代演化出来的。有研究者形容，我们的大脑和地球的这层电磁空腔，仿佛在说着同一种语言，用着同一个频率在呼吸。平常，当这个舒曼共振稳定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温柔的节拍器，帮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种流畅、平衡、安定的状态。可是问题来了，当太阳爆发，地磁暴来袭，当那些带电的粒子大量灌进地球的高层大气，这个大钟的振幅就会突然飙高，原本稳定的频率会开始剧烈跳动、扭曲，产生混乱的谐波。监测这个共振的科学仪器上，那些代表能量强度的图像会从一片平静的深蓝色突然爆出大片刺眼的红色和白色。研究的人把这种现象叫做白色尖峰。而当地球的这个节拍器乱掉的时候，泡在这个场里面的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症状全都来了。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你的身体，那种找不到原因的疲惫，那种睡了再久也补不回来的累，那种半夜2点到4点之间准时把你叫醒，再也睡不着的失眠，那种从头顶正中央往下压，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按着你的头痛，那种沿着后颈、背脊、关节跑来跑去的酸痛，那种一点小事就让你情绪崩溃，一波又一波涌上来的悲伤、烦躁，甚至没来由的恐惧，那种突然对声音、对光线、对别人的情绪变得异常敏感，走进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种耳朵里时不时响起的高频嗡嗡声，那种异常清晰、栩栩如生，醒来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梦，还有那种忽冷忽热、半夜盗汗，明明不是更年期却体温失调的状况，甚至是肠胃突然变得很敏感，忽然不想吃以前爱吃的东西，身体好像在自己重新调整它的燃料。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比身体上的酸痛更让你心慌，那就是你的脑袋好像蒙上了一层雾，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专心，话讲到一半，忽然忘记自己原本要说什么。你走进一个房间，却想不起来自己进来要做什么。简单的事情需要花上比平常多好几倍的力气才能勉强运转。更奇怪的是，你对时间的感觉好像也乱掉了。明明才过了1个礼拜，回想起来却像是过了1个月那么漫长。又或者，一整天休一下就过去了，你却什么都没记住。有时候，你甚至会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眼前这个熟悉的世界忽然变得有点不真实，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像在看一场别人的梦。这种感觉很难对人形容，讲出来还怕被当成是不是压力太大，脑子出问题了。可是在那位物理学家的解读里，这种脑雾，这种时间感的错乱，恰恰是这场转变里最典型的现象之一。他说，当一个人的意识正在从旧的频率往新的频率调整的时候，就像收音机在2个电台之间转动旋钮，那中间必然会经过一段满是杂讯，什么都听不清楚的过渡地带。这一长串的清单是不是让你越看越心惊？在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还有许许多多研究这个现象的人看来，这些症状根本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们是有规律的，他们会一波一波的来，来的时候强烈，过了又会缓解。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发作的时间点常常跟太阳的耀斑、跟地磁暴、跟季节的转换点紧紧地对应在一起。当天上的能量起伏，地上的这群敏感的人身体就跟着起伏。而这里面藏着一件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如果你打开网络，去那些讨论这个现象的角落看一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在地球的不同角落，住着一群彼此完全不认识、讲着不同语言、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陌生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段日子里跑上网来，描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状况。住在北欧的人说，这几天头顶正中央闷痛，半夜2点准时醒来。住在南美的人说，这几天情绪莫名其妙的崩溃，累到骨子里。住在亚洲的人说，这几天耳朵一直嗡嗡作响，做了好多清晰的吓人的梦。而当有人把这些零散的留言
跟那几天太阳的活动、地磁暴的数据一比对，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那些大家集体喊着最难受的日子，竟然真的就是太阳爆发、地球磁场被搅得最乱的那几天。一个住在地球这一头的人和一个住在地球另一头的人，素昧平生，却在同一个夜晚，因为同样的原因，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正在同时波动着我们每一个人，那这幅画面会不会就是他留下的最清楚的指纹？那位物理学家给了这个现象一个很美也很惊悚的比喻。他说，这就像脱壳。你想想看螃蟹，想想看龙虾，它们的身体外面包着一层又硬又紧的壳，可是当它们要长大的时候，那层旧的壳就再也容不下它们了。于是它们必须经历一段最脆弱、最痛苦的时期，把整个旧壳从身上一点一点地撑开、褪去。在脱壳的那段日子，它们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任何防护，痛苦不堪，只能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等待。可是，一旦熬过去，它们就会长出一副更大、更强壮的新壳。再想想看，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痛苦地把整张皮蜕掉。再想想看，那在地底下蛰伏了好几年的蝉，最后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破自己的背，从那个又干又硬的旧壳里挣扎着爬出来，然后才能展开翅膀飞上枝头，唱出他这辈子第一首歌。那位物理学家说，此刻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场脱壳。他甚至用了一个更具体的说法，他说，人类的身体正在从一种比较粗糙、比较沉重的状态，朝着一种他称之为水晶体的更精细、更高频的状态转变。他说，当这个转变正在发生的时候，旧的东西被一块一块地撑开，剥离那种拉扯，那种松动，在身体上就会被感受成各式各样的酸痛、疲惫和不适。换句话说，你感觉到的那些难受，在他看来不是坏掉的征兆，而是正在长大的征兆。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想，他认为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有很大一部分过去一直被科学界当成没有用处的垃圾，可是他相信这些所谓沉睡的部分其实藏着我们还没有开启的潜能，而在这场能量的洗礼之下，他们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唤醒。我要再强调一次，这只是他的猜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热血沸腾吗？仿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里都封印着一个更大的自己，正等着被解开。当然，讲到这里，我必须非常严肃的、诚恳的跟你说一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身体的不舒服绝对不能全部丢给什么能量、什么脱壳去解释。如果你的胸口闷痛、心跳异常、头痛剧烈，或者任何症状持续不退，越来越严重，请你务必去看医生，做完整的检查。连那些最相信这套说法的人都会反复强调，灵性的转变和真正的疾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先把身体的病因排除掉，照顾好你这副肉身，这才是真正爱自己。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是另一个层面的探讨，它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任何专业的医疗。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讲到这里，也许你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这真的是全人类一起在经历的事，那为什么有些人完全没感觉，照样吃得下睡得着，活蹦乱跳，而有些人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也很有意思。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发现，人跟人之间对能量的敏感度天生就有很大的差别。有一群人被称为地磁敏感族群，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像一根更灵敏的天线，地球磁场稍微移动，他们就感受得到。还有一群人，平常我们会叫他们高敏感者或者共感人，这些人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感觉到气氛的好坏。他们的内心本来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在能量平静的时候，这是一种天赋，可是在能量翻涌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比一般人承受多得多的冲击。如果你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被说想太多、太敏感、太情绪化的人，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跟这个吵吵闹闹的世界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
你正是那群在这场大潮里感受最深的人。这不是你的缺陷，在那位物理学家的眼中，这恰恰是你的天线，比别人架得更高。我也想特别跟那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说几句话。也许你会想，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这一辈子大风大浪见过多少，怎么最近反而动不动就觉得累，觉得心烦，睡也睡不好，是不是身体真的开始走下坡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想想看，你走过的路比别人长，看过的人事比别人多，你这颗心其实早就被岁月磨得比年轻人更通透，更柔软。一块在世间泡了几十年的海绵，吸水的能力从来不会比新的差，往往只会更深。所以当这场大潮涌来，你感受的比别人清楚，比别人深刻，这不是你在衰退，恰恰相反，这是你这一生累积下来的敏锐，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唤醒了。你不是跟不上了，你是听得见很多人这辈子都听不见的东西。请别急着把这份感受全都推给年纪，推给老化。有些骚动是身体在退场，而有些骚动是灵魂在苏醒。好，如果说脱壳讲的是个人身体层面的转变，那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口中那个更大的词集体格式化又是什么意思？格式化这个词，玩过电脑的人都懂。当一台电脑用久了，里面塞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档案，过时的程式，卡住的设定，整台机器跑得又慢又卡，动不动就当机。这个时候最彻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格式化，把硬碟整个清空，把那套旧的烂掉的作业系统彻底删除，然后重新灌入一套全新的系统。那位物理学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几千年来运行的是一套旧的作业系统，这套旧系统的核心程式码写的是什么？是恐惧，是控制，是竞争，是分离。我跟你是分开的，你的好就是我的坏，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要争，要抢，要算计，要互相提防。我们把世界看成一场零和的游戏，把彼此看成需要战胜的对手。这套系统运行了几千年，制造了无数的战争、剥削和痛苦。而那位物理学家认为，现在这套旧系统正在被格式化。他甚至直接点明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概念，叫做模拟理论，就是那种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巨大的被设计出来的虚拟城市的想法。他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人类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个模拟城市里的一个角色，完全相信这套由恐惧跟分离写成的规则，我们就被困住了，就像被困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回圈里，永远跳不出来。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变成更好的机器，我们不是来把自己训练成一台更高效、更听话、运算更快的机器的。他说，我们是来变成活着的星星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听起来特别讽刺，也特别发人深省？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往哪个方向狂奔？我们造出了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慧，他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写完一篇文章，画出一幅画，算出一道连最顶尖的数学家都要想很久的题目。整个世界几乎都陷入了一种狂热，拼命地想让机器变得更快、更强、更像人。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有意无意地要求我们自己也活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我们追求效率，追求产出，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塞满待办事项。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看的是他能完成多少工作，创造多少数字。我们越来越擅长计算，却越来越不擅长感受。可是就在这个全世界都在比赛谁更像机器的时候，这位物理学家却反过来提醒我们，人类真正的价值，恰恰是机器永远学不会的那一部分，是你流泪的能力，是你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遭遇而心痛，是你在看到夕阳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也许我们最该守住的，反而是那颗会痛、会爱、会颤抖的心，因为那才是我们之所以为人，最后也最珍贵的证据。把人类的这场集体转变跟一台电脑的重灌系统联想在一起，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
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他认为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共享的、看不见的心灵底层，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底层悄悄地连结在一起。后来有人把荣格的这个想法跟地球的电磁场联系起来，他们猜测会不会地球的那个电磁场，那个舒曼共振，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的物理载体。会不会当这个场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连接在这个场上的全人类的集体心灵也会跟着一起震荡，一起转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刻当太阳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地球这口大钟，当舒曼共振一次又一次地飙高扭曲，那位物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格式化会不会就正在悄悄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同步地进行着？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全世界好像越来越多人，无论他们原本相不相信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有人把这种加速的感觉叫做觉醒的提速。越来越多人在同一个时间点开始质疑自己过去深信不疑的一切，开始寻找一种更深的意义。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人类真的曾经被这样格式化过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疯狂，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得够远，回头看看人类这一路走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回想一下，在好几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一直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忽然之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学会了种田，学会了驯养牲畜，盖起了城市，文明就这样爆炸性地诞生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更晚一点的某个年代，地球上几个相隔遥远、彼此根本不可能联络的地方，竟然同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方有他们的圣贤，西方有他们的哲人，他们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分别开始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思考善与恶，思考天地与人心。为什么会这么巧？为什么人类的觉醒总是像被谁按下了开关一样，一波一波集体的降临？我不是说这些历史的转折就一定是什么能量造成的，但你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一条平缓的斜坡，而是一级一级的阶梯。我们会在某个门槛前停滞很久很久，然后忽然之间集体的跳上一个全新的台阶。而那位牛津物理学家相信，我们现在正好又站在这样一个门槛前面，只不过这一次的台阶可能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更高更陡。说起来，把时间看成一级一级的台阶，看成一圈又一圈的循环，其实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早在好几千年前，散落在地球各地的古老文明不约而同的都抱着一个非常相似的信念，他们不认为时间是一条笔直往前永远不会回头的直线。在他们眼中，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轮子，一圈一圈的转动，而人类的历史会随着这个轮子走过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纪元。古印度的智者把世界的演变分成好几个漫长的时代，他们相信每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旧的秩序会彻底崩坏，然后一个全新的循环会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在遥远的美洲，那些观星的古老民族也用他们精密的惊人的历法，把时间切分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周期，并且相信每一个周期的交界都是天地翻覆、世界重整的关口。为什么这些彼此远隔重洋、根本不可能互相通信的文明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么相似的结论？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亲身经历过某些一轮又一轮的巨大转变，于是把那份深刻的记忆藏进了他们的神话和历法里，一代一代传给了我们。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再转回到天空，会发现连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给出的时间表竟然也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在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眼中，2026年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天象。在2026年的2月前后，有2颗行星，土星和海王星，在天空中走到了一个非常靠近的位置，发生了所谓的合相。在传统的解读里，
海王星代表的是边界的消融，是梦境，是直觉，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开始融化，变得朦胧。而土星代表的是结构，是秩序，是规则，是现实的框架。当这两股看似完全相反的力量在白羊座这个象征全新开始的位置上撞在一起，研究星象的人说，这就像是按下了一颗宇宙的重置键，旧的结构开始松动瓦解，而某种全新的还看不清楚形状的东西正在从那片消融里浮现出来。你看，从太阳的活动到舒曼共振的震荡，从人类历史的阶梯再到天空中行星的合相，这么多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段，2026年的年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这个6月跟7月标记成能量大潮的最高点。讲到这里，我心里其实会浮起一个很大的感慨，也想分享给你。你有没有想过，在人类这几十万年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绝大多数的人出生活着然后死去，他们这一辈子所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所看到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日子是平的，是静止的，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几乎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呢？我们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短短这几十年的生命里，我们亲眼看着世界被一次又一次的翻转，我们看着机器学会了思考，看着遥远的两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看着太阳在我们头顶上一次又一次的咆哮，也看着好多好多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们眼前松动崩塌。如果那位物理学家说的是真的，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几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巨大转折，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刚好站在了那个转折的正中央。这到底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还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能够亲身站在历史的这道门槛上，亲眼看着一个旧的世界谢幕，一个新的世界拉开序幕，这样的机会在过去无数个世代里，是多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们不是不小心被丢进这个混乱时代的倒霉鬼，也许我们是特地被安排来见证这一刻的。可是现在我要把另一面也诚实地摊在你面前，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只挑那些听起来震撼的东西讲给你听，而是把真相的两面都让你看清楚。关于舒曼共振，网络上流传着非常多的说法，其中有不少其实是被夸大，甚至是错误的。比方说，有人说地球的基础频率正在不断上升，正在从 7.83 赫兹一路往上飙，这就是地球在扬升的证据。可是严谨的科学监测并不支持这个说法，基础频率本身是相当稳定的，真正在变的是它的振幅，是它的强度，而不是频率本身在永久的往上爬。再比方说，有人说这个 7.83 赫兹的频率会改写你的去氧核糖核酸，会直接唤醒你的细胞，这同样是缺乏实证的夸大。还有人把舒曼共振跟手机的 5G 讯号混为一谈，说 5G 会干扰地球的频率，这更是彻底的误会。因为舒曼共振是一种极低频的波，而 5G 讯号的频率比它高出了千万倍，两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物理世界，扯都扯不到一起。那么把这些夸大的部分剥掉之后，还剩下什么是真的？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部分。科学上确实发现，当地磁暴来袭，当多项指标一起往上跳，地球磁场的扰动跟一部分人的身心状态之间是存在着真实的可以被测量的关联的。研究人员把那一群对地球磁场特别敏感的人叫做地磁敏感族群。对这群人来说，在地磁暴强烈的日子里，确实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头痛、心神不宁，或是直觉变得异常敏锐。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口统计研究发现，地磁活动的剧烈扰动跟人群中心脏事件发生的频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关联。也就是说，就算你的意识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你的心脏、你的神经系统其实可能一直在默默地聆听着地球磁场的变化，并且做出反应。这不是玄学，这是被严肃研究过的现象。说到心脏，这里又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心脏其实也会产生它自己的电磁场，而且这个场的强度
比大脑产生的还要强上许多倍。当一个人处在感恩、平静、慈爱的状态时，心脏发出的这个场会变得非常和谐，非常有秩序。而当一个人处在愤怒、焦虑、恐惧的状态时，这个场就会变得混乱、杂乱无章。这个发现刚好呼应了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心脏不是一个只会感伤的器官，在他口中，那颗心是一个真理的超导体。超导体是物理学里一种非常神奇的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电流可以毫无阻力的完美的通过它。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心脏，意思是当一个人从由头脑主导的那套恐惧、计算、控制的旧模式切换到由心去感受、去连结的新模式，某种更高的智慧、更纯净的能量和资讯就能毫无阻碍地从这个人身上流过。他还用上了量子物理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观察者效应，讲的是在微观的世界里，一个东西到底会呈现什么状态，竟然跟有没有人去观察它有关。另一个叫做量子纠缠，讲的是两个曾经连结过的粒子，就算被分隔到宇宙的两端，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会在瞬间同步反应，仿佛距离根本不存在。这位物理学家说，这两个现象其实正是在向我们暗示，我们的意识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有力量，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也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深。那种瞬间的心电感应，那种对远方亲人莫名的牵挂，在他看来都是量子纠缠在我们生命的层次上所激起的一种回响。他描绘了一幅很大的图景，他说，地球是一颗特别的种子星球，蕴藏着极其丰沛的情感能量和创造潜能。可是长久以来，我们这个物种一直把自己困在恐惧、控制和过度用脑的回圈里。我们太习惯用头脑去计算、去防备、去分析，却忘了还有一条路。而走出这个回圈的桥梁，他说，不是更先进的科技，而是能量本身，是回到那颗作为真理超导体的心。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正站在一场脱壳、一场格式化的门口，在这个能量翻涌的2026年年中，到底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是只能被动的被这场大潮推着走吗？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们说，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其实有两条路摊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第一条路是抗拒，是死死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抓住旧的恐惧、旧的怨恨、旧的习惯、旧的那个自己。可是当大潮已经要把旧的壳冲走，你却还死命抓着它，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层壳就会把你越勒越紧，那种拉扯，那种痛苦就会被放到最大。许多人此刻感受到的那些剧烈的难受，在他们看来未必是能量太强，而是抗拒太深。第二条路是臣服。注意，臣服不是放弃，更不是躺平认输。臣服是当你看见旧的壳已经容不下你了，你愿意松开手，愿意信任这个过程，愿意让那层旧壳自然的剥落。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如果拼命想把自己塞回旧壳里，只会把自己卡死。可是当它愿意放手，安静地等待新的壳，才有空间长出来。走第二条路的人说，当你停止抗拒，那些痛苦反而会奇妙地减轻，因为你不再是逆着潮水游泳，而是顺着它被带往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而最让人深思的是，他们相信这两条路会把人带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边是紧抓着旧世界，在恐惧和混乱里越陷越深；另一边是松开手，朝着一个更广阔、更轻盈的存在慢慢地走过去。在这个能量的大潮里，你选择用哪一只手去面对，也许就决定了你会被带到哪里。那么，回到最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6月与7月，当那些酸痛和失眠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自己顺顺利利地走过这一段？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过来人给出的建议，其实出奇的朴素，一点都不神秘。第一件事是允许自己休息。如果你的身体在喊累，请不要逼它。脱壳期的螃蟹是躲在角落里不动的。在能量强烈的日子里，
少安排一点事，多给自己一点空白，让身体有余裕去完成它正在进行的调整。这不是懒惰，这是智慧。第二件事是回到大自然，回到地面。很多人发现，当症状来袭的时候，光着脚踩在泥土上、草地上、沙滩上走一走，或者只是在树下安静地坐一坐，那种翻腾的感觉会奇妙地平缓下来。也许正是因为赤脚接触大地，让我们重新和地球那个稳定的节拍器接上了线。多喝干净的水，吃简单一点、天然一点的食物，让身体轻盈，也都会让这个过程好过很多。第三件事是学会呼吸，学会安静。当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压下去，也不要被它卷走，试着只是慢慢的、深深的呼吸，看着那个情绪升起，再看着它落下。它来是为了被释放，不是为了把你淹没。记住刚刚说的，臣服而不是抗拒。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关于半夜那场准时的失眠。很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说，如果你常常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醒来，与其翻来覆去烦躁地抓起手机，不如试试看，就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起来，背挺直，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然后就只是聆听，聆听那一片寂静。因为在许多古老的传统里，凌晨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天之中内心最敞开、最容易接收到某种讯息的时刻。也许那些最深刻的领悟、最有灵感的念头，正是在这片无人的安静里悄悄地浮现出来的。在床边放一本本子，把任何浮现的东西写下来，说不定你会收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你看，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要你花大钱，也没有一个要你去信什么，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2个字：温柔。在这个能量翻涌的时刻，温柔地对待自己这副正在转变的身体，温柔地对待自己这颗容易波动的心。说到最后，让我们把镜头从个人、从地球再拉远一点，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前面。如果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说的对，如果人类真的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脱壳，一场集体的格式化，那么格式化之后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究竟是被某种更大的力量温柔地推着往前走的被眷顾的孩子，还是只是一场巨大转变里碰巧被卷进去的过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脱壳的过程从来都是痛苦的，是脆弱的，是充满不确定的。那只躲在角落里浑身发软的螃蟹，那条正在蜕皮的蛇，那只拼命撑破旧壳的蝉，在他们最难受的那一刻，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自己即将长出更大的壳，蜕出更新的皮，展开能够飞翔的翅膀。他们只知道现在很痛、很累、很想放弃。可是也许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你这几个月来那些莫名的疲惫，那些半夜的清醒，那些无端涌上的眼泪，那些找不到原因的酸痛，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你坏掉了，而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心里，在这整个世界的最深处，悄悄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生长。2026年的这个6月与7月，那位物理学家口中能量大潮的最高点，也许正是这场漫长脱壳里最艰难却也最关键的一段。如果你正在经历那些难受，请你记得你不孤单。此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数百万个和你一样的人，正在同一片能量的大潮里一起颤抖，一起撑着，一起等待着那层旧壳彻底剥落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又在凌晨2点、3点忽然睁开了眼睛，请你先不要慌，也不要急着生气。你可以试着在黑暗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你可以说，我知道你在转变，我愿意让它发生，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缓缓地把它吐出来。把那股想要对抗、想要把一切推回原样的力气轻轻地松开。你不需要弄懂这一切，你不需要立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甚至不需要相信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你只需要在那个安静的深夜，允许自己被这场你无法控制的大潮温柔地带着走。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最聪明的选择从来不是挣扎，
而是放手，是信任，是安静地等待那一副新的壳自己长出来。也许到了那一天，当尘埃落定，当大潮退去，我们会猛然回头，才发现原来在这场看似混乱的格式化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删除的旧档案，我们是正在被重新写入的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你此刻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多么难熬，都正是这个新故事最开始的第一行字。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科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别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
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别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和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
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2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
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
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
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儿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他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
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泰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着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
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咸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咸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
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